火星上的沙尘暴到底有多恐怖呢？它能席卷整个星球，数周甚至数月不见天日，究竟是什么导致的呢？虽然火星现在是一颗贫瘠的干旱星球，但它曾经拥有浓厚的大气层，温度足以支撑流动水的存在。然而在火星数十亿年的演化历程中，这颗星球逐渐干涸，大气层也不断流失，最终其大气总量不足地球的1%。不过这些沙尘暴的出现并不是仅仅因为火星变得干旱才发生的。虽然我们尚未完全弄清这类风暴的起源，但科学家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火星的温度。尽管火星的二氧化碳含量很高，但大气层较少，火星的保温能力也变得极差。当火星表面开始冷却时，没有足够的大气来留住溢出的热量。如果你在火星赤道上，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站在地表，你的脚可能会感觉到23摄氏度的温度，而你的脑袋却只有0摄氏度。这意味着火星的昼夜温差极大。目前其温度范围从白天约27摄氏度的最高温度降至夜间低至零下133摄氏度的冰点。温差会导致风的形成，从而在整个星球上带来不同的天气系统。但如今火星的干旱天气不再是由雨水和水循环驱动，而是由沙尘循环驱动。沙尘在火星上扮演着出人意料的关键角色。若没有沙尘，那些席卷全球的风暴很可能永远不会形成。火星的大气层或许过于稀薄，无法捕捉和传递热量，但火星的沙尘却另当别论。一切都始于火星沙尘进入大气中。沙尘进入大气的机制有几种，其中之一便是尘卷风。火星每年都会出现数千次尘卷风，通常发生在火星的春季和夏季。来自太阳的暖射线加热地表，导致其旁边的空气上升，大气中的冷空气被吸入以填补真空。这种反向气流形成了上升的空气漩涡，其宽度可达数百米，高度可达8.5公里。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尘卷风在火星广袤的沙漠中蜿蜒移动时，都会卷起沙尘并将其抛入大气，在身后留下一片略微变暗的天空阴霾。这种过程被认为是火星大气中持续存在背景沙尘雾霾的原因之一。虽然这是灰尘进入大气层最明显的途径，但并非最普遍的途径。更为常见的是风在火星多尘表面移动产生的影响，以及一种被称为跃移的过程。火星沙尘其实很难被卷入大气，细小的沙尘颗粒因带有轻微静电而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就像泡沫填充物一样容易相互粘连，因此需要一定的动量才能使其脱离地表。奇怪的是，较大的沙粒反而更容易被风吹动，因为它们受到的凝聚力较小，所以正是这些较大的沙粒被阵风卷起，移动较短的距离。但由于沙粒最终过重，无法被风长时间悬浮，它们会再次坠落。而这些微小撞击产生的力量足以克服细小沙尘的凝聚力，使其进入大气。然而一旦沙尘进入大气，火星较低的重力意味着沙尘能在大气中停留极长的时间，数周甚至数月，而这足以引发风暴的形成。因为与周围稀薄的空气不同，沙尘颗粒非常善于吸收太阳的热量。当太阳加热大气中的沙尘时，这些沙尘就像小型散热器一样，会缓慢地将吸收的热量释放到周围的空气中。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热量本会直接传递到下方的地表，这使得附近的大气温度显著升高，温暖的空气会上升，而此时空气上升的规模要比之前形成尘卷风时大得多。上升气团的两侧需要吸入空气来补充，这反而会火上浇油，更多的风会引发更多的跃移现象，使更多沙尘被卷入大气，进而让大气获得更多升温的机会。最终这个失控的过程会逐步升级为区域性沙尘暴。好消息是，从局部范围来看，火星上的沙尘暴本身并不算特别危险，其最大风速约为97公里每小时，仅为地球飓风风速的一半。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具有误导性，由于火星大气稀薄，即便风速很快，人也不会有明显的感受。这就好比一个人的推力远不及一群人的推力。无论你在某些以火星为背景的科幻作品中看到何种场景，沙尘暴的威力都不足以掀翻航天器或损坏卫星天线。不过，这类风暴仍伴随有其他潜在危险。对于依赖太阳能供电的火星车而言，如果一场裹挟着轻微粘性静电沙尘颗粒的沙尘暴突然袭来，后果将不堪设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沙尘暴沉积的沙尘会逐渐覆盖火星车的太阳能电池板，阻挡阳光照射。已经有不止一项地球发射的火星任务因此宣告终结。而当风暴规模不断扩大时，问题还会进一步加剧。火星的轨道并非完美的圆形，每年当火星南半球进入春季和夏季时，
这颗星球会运行到离太阳最近的位置，整体温度也达到最高。出于目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原因，在这个时期，区域性沙尘暴会开始合并，形成覆盖整个大陆的超级沙尘暴。当然有可能只是恰好有几场风暴同时形成，然后因距离较近而融合。但考虑到这种现象的规律性，巧合似乎不足以解释。毕竟一旦温度足够高，这种合并就会像时钟一样每年发生。以上还只是覆盖大陆规模的沙尘暴，科学家目前仍无法解释规模更大的及全球性沙尘暴的形成原因。这类沙尘暴每3个火星年发生一次，这个时间尺度相对较短，因此可以排除其起源与米兰科维奇循环有关。米兰科维奇循环的时间尺度通常为数千至数十万年，或许沙尘循环中存在某种需要补充储备的环节，而完成这个环节需要3个火星年。我们目前对此仍一无所知。火星上的大多数沙尘暴仅持续几天，而这种顶级规模的风暴却能持续数周。对于火星周边的所有人类技术设备而言，这类风暴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科学家可以利用气溶胶光学厚度，简称 AOD， 来测量火星表面的日照可利用度。通过该指标，能判断大气中的污染物吸收或反射了多少阳光。火星大气的 AOD 值通常在 0.5 左右。作为参考，像机遇号、火星车或洞察号着陆器这类设备，需要 AOD 值低于2才能为车载电池充电。地球上能将白昼变成黑夜的野火浓烟，其 AOD 值约为7，而火星全球性沙尘暴的 AOD 值可达9至11，这意味着阳光几乎被完全阻断。2018年，一场这样的沙尘暴导致机遇号火星车永久停止工作，沙尘覆盖了它的太阳能电池板，迫使它进入休眠模式。由于车载加热器无法获得电力，剧烈波动的昼夜温差导致火星车内某个关键部件损坏，导致它再也没有被唤醒。这类风暴对其他火星车也会造成影响，即便是像好奇号这样配备车载核电池的火星车也不例外。浓厚的沙尘云会阻断地表与地球之间的通信，科学家除了等待风暴结束外，几乎别无选择。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就连卫星也会受到这类风暴的影响。大气中大量吸热沙尘会导致整个火星大气层膨胀，使部分大气进入卫星的轨道范围。卫星必须消耗燃料进行轨道修正，以防止大气阻力导致其坠入火星大气层。如果你是一名希望在火星定居的人类，就必须找到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法。依赖太阳能的定居点若没有其他备用能源，将无法在这类风暴中存活，而且人类也无法在如此严寒的温度下正常生存。失去与卫星的通信能力还会使我们在这几周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人类需要具备一定的自给自足能力，因为如果在风暴期间出现任何突发状况，你将无法发出求救信号。不过从长远来看，这类风暴的存在也注定了它们自身的消亡。过多的阳光被遮蔽，最终会导致火星表面无法获得足够的热量来形成将沙尘卷入大气的上升气流。没有更多的沙尘补充，这些风暴会因缺乏燃料而逐渐平息。红色星球终将恢复平静，一切重归沉寂。幸存的火星车可以从休眠模式中苏醒，在与地球的通信恢复后，继续开展科学探测工作。截至2025年9月，火星上共有2辆活跃的火星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好奇号和毅力号。上一次火星超级沙尘暴发生在2018年，考虑到这类风暴平均每5年半地球年发生一次，下一场风暴可能很快就会到来。